大家好，我是石头。不知不觉在这边建造这栋房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有5、6个师傅在这边做工。前2天贴这个外墙的瓷砖，是只留了2个师傅贴这个外墙砖，然后今天呢有5个师傅来做工了。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师傅呢？因为我们的工作也快结束了，今天算是把所有的师傅呢给召集起来，大家一起在这里吃个饭，然后把基本上的工作都给做完。当然还有2个师傅呢临时有事在其他地方做工，所以他们就没过来了。今天主要做的就是两边的墙壁做粉刷，外墙的瓷砖已经全部贴好了。今天是2个师傅做这个小工，搅拌这个水泥砂浆，剩下3个大师傅粉刷这个墙面。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来看一下。最近的气温也是越来越高了，基本上到中午已经差不多32、33度左右，现在没开太阳都达到了30度。看这边就是整个外墙的瓷砖都已经全部贴好了，差不多是灰色夹着白色的瓷砖，最底部有3块是这个文化石，像石板一样的，上面呢才是瓷砖。瓷砖的尺寸是30乘以60的，也算比较大块。现在我们湘西这边的农村建房基本上都是贴这么大的瓷砖了，打扫卫生比较容易打扫，然后整体外观看起来也比较简约又比较大方。整栋房子是1层楼的3间平房，屋顶盖的是4边倒水。整个这些做装饰的叫做梁托，这是我们打好了线胶板，主人家买过来再安装的，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还有这2根罗马柱是我们当时用模板装模装出来的，中间是有个凹坑，然后主人家呢是从里面镶嵌了这样的一些回字纹图案在里面，做了一个装饰。后期呢这个罗马柱还要处理的，要做那种这个仿这个包纱的一个材料去做这个罗马柱的处理。现在基本上我们的工作呢就差不多算是结束了，因为我们当时签的这个施工合同呢就包括了房子的主体，还有外墙和内墙的粉刷，外墙瓷砖的一个贴瓷砖，盖好屋顶，然后整个堂屋客厅的瓷砖呢也是包括在里面的。但是呢这个主人家他的要求比较不一样，然后这个瓷砖呢我们现在就不做了，然后待会儿我们走进这个客厅里面再给大家说一下其中的一些原因。现在3个师傅呢就在这边粉刷，我们是贴好了这个外墙瓷砖再来做这个粉刷的，刚好瓷砖呢是沿着墙边贴出去1公分多左右，然后我们的粉刷呢刚好是和这个瓷砖是平的，还是一样的工序，先打一遍底，等快干的时候再去2次的粉刷找平。整个房屋宅基地这边呢是很宽的，接近是有2亩多，1000多平。然后这边建房子的时候，当时的审批手续呢是130个平方左右的房屋，所以呢主人家就是建了一栋这样的平房，然后等这个主体建好了之后，再从2边来建这个厢房。等这个粉刷一做完，就看不到这个原来水泥砖的样子了。整个楼层的高度是接近4米左右，
还是比较高的。整个房子的四面砖墙全部都要做粉刷，包括之前我们打的这个地梁也做了一遍粉刷。颜色比较深的位置就是地梁，今天是上午刚刚才粉刷的，现在还没干，等干了之后和上面的颜色是一样的。可以看到我们整栋房子都是从地底下打这个岩柱上来的，将近打下去是2.5米深左右，80公分的这个圆柱，分离图打的，里面有钢筋，打上来之后再从这个上面呢做这个地梁。可以看到底下呢是镂空的，通风透气。这个就是房屋子的背后，大概还有块三角形的地，没有多宽，也就1分多地左右。后期呢，主人家说这块呢要给它整理出来做硬化，以后呢可以堆放一些杂物之类的。背后呢是留了3个很大的窗户，2米乘以2.3米的尺寸。所以保证了整栋房子里面的通风、透气、透光都是非常好的。2个师傅做小工，3个师傅粉刷，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我们之前买的这个脚手架，这次建房子用处非常的大，整个外墙呢都是用脚手架这样子搭建起来的，做工很方便。两边的墙面有好几十个平方，基本上要5个师傅用1天的时间来做粉刷。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墙面都已经粉刷好了，颜色呢看起来也比这个背后呢要深了许多。我们整个墙面呢不是那种特别就是说光滑的，做的是那种搓板。后期这个主人家需要装修需要贴瓷砖的话，直接这样子去做它是比较好的。而且它这两边要建这个厢房，这样的搓板墙呢，后期它要刮那个白颜色的涂料也比较好去刮，这样子比较容易刮上去。如果是光滑的这个墙面的话，后期做工呢就会有点影响了。刚才我们和大家说了，为什么这个客厅的瓷砖我们不给它去贴完呢？实际上啊是有原因的。我们当时签施工合同的时候说明的瓷砖的地板砖是80乘以80的，现在主人家呢是临时的改变了，他要用到90乘以1.8米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是他买过来的瓷砖，像一块门板一样的，特别的大。而且他的要求呢，就是这个地板砖呢，缝和缝之间基本上不要留缝，很小，所以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然后而且后期呢可能会存在那种拱起的现象，我就和他说了，我说那就退你将近是20左右1个平方，然后你自己找这个能够给你就是说包这个质量的师傅去安装这个地板砖，因为这么大的瓷砖有风险，我给你做了之后，以后拱起的话出现质量的问题的话，我是完全不敢负责的。毕竟这么大的瓷砖在我们这边是用的特别的少，毕竟在农村建房子嘛，然后冬天又比较冷，夏天呢又比较热，水泥结构呢都会有点热胀冷缩的这个原理。如果是出现拱起啊或者裂开的现象的话，这个后期来返工再重新来贴这个瓷砖，那就相当难做了。所以呢再三商量，让他自己找专业的师傅去做。你看这块瓷砖比人都高，1.9米左右，就是接近于2个多平方，对不对？看这里都有尺寸，
900乘以1800毫米。它整个客厅呢和这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用这样的瓷砖。建这栋房子啊，我们是按260一个平方，然后脚手架、模板这些全部由我来出。我们的师傅吃饭全部由我来出，所以每天呢，我都是给师傅他们煮一个早上的面条，中午呢煮饭吃2餐，回家晚上自己再去吃。整个这边的平方算下来的话，将近是有200多，也就是5万多块钱的工钱。其实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这个客厅的地板砖当时我们说好的是80啊，如果是90乘以1.8米的话，当时我们签的合同这个价格肯定不止260，肯定需要加25到30左右一个平方才能够做。如果这个客厅再交由我们来做的话，肯定要把这个费用给加进去，我们才能够帮他做完。当然，我也特别的担心，这么大的瓷砖贴下来的话，后期肯定会有一些隐患的。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告诉我。我是石头，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了。